嗨，大家好。我们9月要去越南玩，那越南除了富国岛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要签证才可以进去，所以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办签证的时候的步骤跟一些要准备的东西。首先呢，就是要准备有效期限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护照的个人资料页面的电子档，4×6的大头贴照片 JPG 电子档，越南的临时地址，也就是饭店的地址。那当然之后我们付款的话会用到信用卡。第一个护照呢，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就是有一个6个月以上效期的护照就可以了。电子档呢，大家会想说要去扫描，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iPhone 的备忘录就有一个扫描的功能，你可以用它来去扫描你护照的个人资料那一面，它就会自动存成 PDF 档。那你可以再把它丢到电脑上面，然后再把它另外变成 JPG 档，很方便，你就不用再去扫描下来。照片的电子档呢，最近拍大头照应该都会给电子档，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些扫描的电子档或者是照片的电子档呢，档案必须要少于2MB 以下的 JPG 档才可以哦，一定要给你在越南的饭店的地址，所以看要不要先订好饭店再来办签证。越南的单次入境的签证费用呢是$25，汇率不同，然后所以会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是800块左右。那接着呢，我们就直接到电子签证的网站去吧。好，那这个网站呢，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进来这个网站呢，我们要先点到最左边的这个外国人入口网站。进去之后呢，它会先秀给你看你的护照注意事项，哪里要填什么，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说明。最主要是要按下面的同意，然后再按下面的 Next。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先上传证件照跟护照的资料页面，那就照刚刚我说的步骤把它上传上去就好了。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里填资料的部分，这边的话会建议它有打红色星号的地方再填就好了，它没有打红色星号的部分呢不用填，它其实也是会过的。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红色星号的部分要填什么。首先这边是先填姓氏跟名字，那当然就是你护照上面的英文名字。那姓氏的话比较没问题，因为我们应该都是单姓，所以就直接填上去就好，然后都要英文大写。名字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护照上面名字跟名字之间是有一杠的，那在这边填上去的时候要用空格去取代，千万不要填一杠。然后下面这个呢 date of birth 是生日，它的填写顺序呢是日月年，所以顺序不可以填错。那后面这边呢，就是你知道你生日的完整年月日，那所以这个它默认的就是完整的日期，那就不用管它。然后下面有一个出生地，你就按照你的护照上面写的出生地把它填上去就好了。然后这个后面这里是性别，看你是男生或是女生 male 或 female 填上去就好了。那下面这个呢，国籍，那这边我们看过了，找半天就是没有单纯台湾的，它在这一栏可能没有更新或怎么样，就是只能选 China 台湾，所以你就只能先选这个选项，没有其他选项了。那后面这个呢是你有没有宗教信仰？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填 no 或是填 none 都可以。下面这个身份证字号呢，看你要填或不填。我自己是有填啦，就是照你护照上面写的身份证字号填上去，是身份证字号，不是护照号码哦，就填上去就好。那后面的 email 呢很重要，它是会寄确认信，还有后续这个签证的进展如何，它都会透过这个 email 寄信告诉你进度，所以这个 email 一定要填写正确，而且要是一定会收到信，不会被丢到垃圾桶的那种信箱。那 email 下面还有这个 re-enter email， 就是再次确认你的电子信箱，就再输入一次就好了。好，那接着呢，他会问你3个问题，问你说是否曾经使用过不同的护照入境越南，第2个问题是否有双重国籍，第3个问题是否违反过越南法律或规定。那这些他都会默认你没有，所以这个都填没有就 OK。
好，到下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填你的电子签证的资讯。首先呢，你会是单次进入或是多次进入呢？那像我们这些去观光的人来讲，我们都是会选单次进入。那下面这个呢，是问你签证的起始日期，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这个日期呢，期限是30天。你在这个期间，任何一天进入或出去都可以，不一定要从你进去的第一天开始算。例如说9月10号要去好了，你的签证起始日从9月1号到9月30号都是 OK 的，你只要在这之间进去出来都 OK， 没问题。下面是要填你的护照资讯，这边就有护照种类，那我们一般人都是拿一般的护照嘛，那就是选这个它默认的 ordinary 护照，就不用更改它。那下面这个 passport number 就是要输入护照号码，这个 date of issue 是护照核发日，你看什么时候你的护照核发日期就把它填上去。那后面这个跟随而来的当然就是 expire day， 就是你护照到期日，也是照这个日月年这个顺序去把它填上去就可以咯。核发机构或地区它没有写一个红色星号，就看你们要不要填。护照上面是有写核发机构或地区，我是有填上去，那这个没有红色星号就是可填可不填。那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是否拥有不同的护照？那这边当然就是写没有。接着下来呢是联络资讯，就是一些你在台湾的户籍地址、联络地址、紧急联络人等等的。那这个一整栏全部都没有红色星号标记，也就是说可填可不填。那像我是这一栏全部都没有填，我的签证也是顺利的通过了，所以这里不填也是 OK 的。接下来的栏位呢，它会要你填这趟旅行的相关资讯。第一个 purpose of entry 就是我们都是去观光的，所以它默认是旅游，这就是你的入境目的，所以就不用更改。那下面呢，我们再看是红色星号的部分，你的预计停留天数。这个预计停留天数呢，最多就是30天，只要停6天的话，那你写30天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停留天数大于你实际停留的天数就 OK 了。好，那他这边会要你再写一次你的预计入境日期，那你就写你实际会入境的日期就可以了。那这个日期不一定要跟前面的签证起始日是一样的，就像我说的那个签证的有效日期内你都可以入境。那下面还要填你的入境点跟你的出境点。那入境点跟出境点它都是下拉选拔式的，你就去查你要进入的机场它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就选那一个机场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可能是坐船，那你就选那个港口的英文名称就可以了。那出境也是一样的。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预计入住地址，那这边就可以填你要住的饭店的地址就好了，就像 Google Map， 然后它都会有越南的地址在上面，把它复制贴上。后面的话呢是预计入住城市，这一题应该就很简单了吧，一样是下拉选拔式的，就选你要去的那个城市的英文名称就可以咯。好，下面还会有问题，是否1年内曾经入境过越南，是否有亲戚住在越南，这边都是默认没有。那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那就选没有就好了。到下面的话呢，就是一些关于你有没有携带孩童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不用去填它。你如果有小孩的话呢，要额外帮他再申请一个独立的签证，不能把它挂在你的签证的下面，所以这下面孩童的部分的话呢就不用填。最后呢有一个验证码，照它验证码输入之后呢，我们就要按最下面这个 Review Application Form 再次确认申请表单。好，这里点下去之后呢，它会先跳出这个小视窗，它上面会有你的这一次签证的资讯全部都秀在上面，那你就可以再确认一次。那这个时候呢，系统也会发 email 告知你的申请编号，蛮重要的，一定要记下来，因为之后呢你要查询也是用这个申请编号。确认完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接着进入付款程序了。那后面进入付款程序呢，信用卡付款都可以。这边呢，它会直接跳出一个即时的，根据汇率来看越南盾是要付多少钱的一个金额就会秀在下面。
那你就付款完成之后呢，大概等3到5个工作天，他就会发 email 告知你签证的结果。好啦，那以上就是2024年最新的越南签证教学。我自己是按照这个步骤，就把我们全家5个人的签证都有申请成功。希望大家照这个步骤也可以顺利的申请到越南签证哦。